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9月时，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岸田希望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日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被日方视为国家正常化的机遇。日方追随美方在涉台等敏感领域小动作不断，还不断增加防卫费，多次联合美军在西太大搞联合演习，均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今年9月，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人民日报》大使随笔栏目发文指出，50年前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言必信，行必果和田中角荣首相回应的信为万事之本，充分表明相互理解和信任对发展中日友好的极端重要性。对于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涉及中日关系根本的重大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更不容动摇倒退。日方应重信守诺，做到不逾矩、不越线，确保中日关系不折腾、不倒退。一个中国原则事关中日关系政治根基和基本信义，没有任何模糊地带，必须切实得到尊重和遵守。那通过这次两国领导人的直接的这样的见面，大家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未来的中日关系到底怎么样走，往前推进，是一次非常好的直接交流、交换意见的这样一个机会，也可以说是在中日关系处于一个非常这样一个就是说关键的历史的这样一个关头两国领导人首次这样一个线下的一个交流，所以它的这个现实意义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称，在安倍晋三执政后期，中日两国围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安倍辞职后，相继接任首相的菅义伟和岸田文雄也承认这一共识。虽然日方这几年屡有破坏中日关系氛围的言行，但中方对日政策具有战略定力和较好的连续性。相较而言，日本的对华政策则表现出明显的善变，这种善变又被有意无意地置于中美战略竞争框架下，增加了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13号，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柬埔寨金边进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新闻通稿指出，美日双方确认将在应对中国相关各种问题方面加强合作。岸田还与拜登商定强化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合作。日方还表示，美国参与维持经济秩序十分重要。日媒认为，日本政府在经济方面拉拢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但就在那场双边会谈中，拜登再次拒绝了岸田提出的让美国重返 CPTPP 的建议。美方牵头的芯片四方联盟是最为值得关注的指标之一，这是美方强推脱钩断链的一个主要抓手，日本也是这一机制的成员。但在芯片产业的问题上，美日利益分歧日益明显。10月7号，美方就超算技术等最前沿科技限制对华出口，并要求日方跟进，但日方这次没有立即同意，而是表示正在搜集国内企业的意见。还有日本政府内部人士透露，日本也向美方表达了将参考欧盟和韩国做法的态度。分析指出，这明显是岸田政府的托词。其实，日本半导体产业界早已对芯片四方联盟深感不安，因为日本企业高度依赖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实际上，日本企业占据了原材料的主要市场以及部分芯片制造设备及芯片制造市场，而中国则是电子终端产品的全球最大生产国。离开这一产业链，日本企业将陷入经营困难。日本对华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2021年下半年，该国的半导体相关出口额增至约4.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0亿元，与该国传统拳头产品汽车的出口体量相当。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发文通报了早稻田大学户堂康之教授等学者在超级计算机富岳上模拟日本与中国脱钩断链的结果。这项研究显示，如果日本停止从中国进口约合716亿元人民币的零部件将采购不到，日本不仅无法生产家用电器和汽车，而且也无法生产服装和食品。约合2.7万亿元人民币的 GDP 将消失，这相当于日本每年国内生产总值10%的金额化为泡影。户堂康之教授作出结论，目前从原材料的上游到产品组装的下游，都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日本经济离开中国产品就不能成立，完全与中国脱钩不现实。那么日本呢，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压力下，或者说他也出于自身的一些考量，也通过了所谓的经济安保法，除了一些这个高新科技领域、军民融合领域，会受到阻碍之外，
其他的领域，我认为通过这次的两国领导人的直接的会见会有一个这个往前推展的这样一个就是很好的进展的一个态势。那么换言之它继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恐怕是这个确信的。